好，回到寰宇全世界，我们继续来关注的焦点就是法国总统马克宏，他在这个礼拜到了中国大陆去访问。那特别在四川呢，和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一场非正式的会晤。两国元首就在山水之间呢，因为这次强调呢，除了要这个非正式会晤啊，讨论交流一些国际议题以外，当然呢也会安排一些旅游行程。所以这次也特别看到了。他们在非正式会晤时，有特别强调一点，就是全球在不确定性的升高下呢，中法两国将会透过对话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而且推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的向前，并且呢，也将会针对加强全球治理这些相关议题要发表5项的联合声明。这次也看到习近平和他的夫人彭丽媛热情接待马克宏夫妻陪同他们看山看水逛街。我想问的是因为大家看到是比较软性的画面但是对照最近来，我先给大家看一张图片。马克宏在去中国大陆之前才和这个包括了英国首相施凯尔，还有呢德国总理梅尔茨他们3个人，这不是最近的照片，而是强调他们其实进行了一场秘密会议，当然谈的是乌克兰议题。不过他还在想说，这到底在谈什么？其中有一个标题是这么下的因为德国总理梅尔茨说，我们都被美国耍了，所以接下来欧洲自己也在找自己的位置，那特别是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不过马克宏抢先这个其他德国英国他抢先到中国大陆去访问大家也想说还真快，那它后面的意图是什么呢？首先大家都知道，法国从戴高乐以来呢，就一直主张他的外交是比较自主的。马克宏也曾经说过，全世界的民主呢是由法国作为他的先驱者。但是另外还有一个角度，就是法国的军事跟军武的能力一直是在北约之外，就是它并不是完全在北约的体系里面。所以真正的要有在国际上面发言权，你既要有外交的能力，你要有军事的实力跟经济的话呢，法国是在欧洲希望有一个欧洲自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同时，现在如果我们看到世界的话，我觉得最大的局呢，应该是在川普的概念里面的3分天下。怎么说呢？如果你从 Mearsheimer 说美国是一个美洲的霸权，但是其他州不可以有霸权，也就是说最后剩下一个霸权，就是美洲是全球的霸权的角度来看，曾经有一段时候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之后呢，美国是单一的超级强权，其他的都在它底下，没有一个跟它能够相提并论。可是现在似乎有其他的力量起来，从欧盟开始，然后亚洲的中国崛起，所以它现在要 mega。它最好的一个可能性，就是已经没有它做唯一的一个老大的可能性。它最好的一个可能性是美洲还是美国作为老大，所以它处理了洪都拉斯、委内瑞拉，它要让它后院呢没有其他国家的势力可以介入。另外，他就希望在欧洲或者是亚洲呢，各个有一些平衡的力量。譬如说，在欧洲，当然前面有俄乌战争拉了欧洲的经济。后来，如果俄国仍旧是欧洲的芒刺再备的芒刺的话，那整个欧盟以及北约增加的军费呢，就会使得欧洲受到一定程度的阻挠，不会这么快的崛起。亚洲当然就是我们已经讲了好几个礼拜的，从高市早苗到台湾有事，就是让中国大陆的某些力量要把它分开。我们时常说备则分支，它要要分散他们的力量，使得一个强大的美国呢，还是没有其他真正的敌手，虽然会有别的强权区域的力量会出现，这就是在川普第一任到现在，他一直福音的强国政治、大国政治。所以如果你看到的话，马克宏当然很聪明因为欧洲能够讲话的，而且不像英国或者是德国在军事上面那么受制于美国的，只有一个法国。所以他来做了第一轮，希望能够借着中国的力量呢，让俄国去牵制欧洲的这个力量能够减缓。他不是说要做其他的事情，是希望俄国不再去这么厉害的牵制欧洲，所以他带了也有商务，也有什么什么。但是我觉得同一时间大家要看一看习近平先生的外交其实是很有策略的。上一次跟马克宏见完面以后，就去有古琴，然后知音去讨论高山流水。
这一次呢，讨论完了以后呢，就跑到了最重要的水利工程都江堰。是，而且大家知道那个地方附近还有青城山啊，就是道家养生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也可以给他看到从成都开始的一带一路的新发展。对，所以到那个地方，表面上是都江堰，其实看的难道不是成都？难道不是新的中国在还有中亚跟欧洲中间的这一系列的长期规划跟已经进程的建设嘛？对，所以欧洲要好好想一想，你到底要不要跟着美国走？对，欧洲有深远的文化，但是中国大陆也有绵延无常的文化哈，就是所有都在铺排，所有其实都有意义的。金哥怎么看？因为双方曾经因为电动车的关系哈，这个闹得不可开交，也曾经产生了摩擦哈。但现在为止，这件事情就平息了吗？还是后还有戏？我想啊，这个大国之间啊，为很多商贸的议题啊摩擦，到了最后都有某种程度的妥协。这个因为啊，相互交往的议题那么多。两害啊，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去看看那些啊，就是去的企业名单，你就知道有些啊是有求于中国大陆，有些是可以啊在中国大陆去开展市场。所以说，你今天为了一个东西，然后就卡在那边，然后这个举步不前，这个是这手法太烂，没错。所以呢，他要有很多的这个，就是说这些。但是我必须要提醒一件事情，他们先在北京见了面，然后呢，马克龙先去，然后这个习近平在耽搁了差不多接近1天之后才飞过去，然后陪同的这样去做。我想啊，大家要提醒一件事：中国共产党到今天为止还是集体领导。换言之，也就是说，习近平这个担任总书记，必然是在北京的时候，这个马克龙提了某些东西，他觉得应该跟大家要这个高层要搞清楚，而我们应该如何。因为有很多事情，中国大陆很多事情不是那么独断的，你知道，所以他沟通建立共识，然后再去，然后再谈，所以才有后面那么5项联合声明。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醒到，就是说中国大陆有很多时候我们判断这些事情不要一切事情都认为这习近平一个人要讲话就算。你去看看最近有一个这个影片，习近平在介绍这个送给这个李在明这个就是这个礼物的时候，这是宣纸，这个是那个叫做辉夜我看到那个华为手机，旁边人家就纠正他说，对不起，这不是，报告主席，这不是。这个是这个端砚，你知道，它是这个肇庆县的端砚，那个是徽墨对，我搞错了，这是徽墨。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那个影片出来其实对于中国大陆而言是大家相当震惊，就是在外国总统面前，他的部下可以去纠正他，你讲错了，那人没有不掉渣的嘛，对不对？都会讲错字嘛，对不对？可是相对于北京，你看看。我们这个就是总统这个讲了，这个就是2027年到底是准备还是要把这真正的武统还是完成准备？你知道讲错话掉渣，这没什么关系。可是我们的总统府发言人出来是跟那个 Rambo 一样，把全世界的媒体先骂一顿，这就是小格局跟大格局的差别。就是有错就不是，对不起，他们都已经超过65岁，都是领敬老卡的人，讲错话掉渣，这是很正常的事嘛，对不对？我刚刚在讲的时候，我在想说，对。后来是看到不知道是华为还是小米的这个手机嘛，这习近平也开了一个玩笑嘛，就是你在对有没有后门了？那个小米他讲说两个人互动蛮有趣的。对你检查一下有没有后门程式。您刚刚提到，我们来看一下，在右下方这边欧洲时报也特别提到说，法国的总统马克龙这次带了一个庞大的这个商业居多的这个访问团，当中有包括谁呢？像是这个威利亚集团还有像法国的电力集团。还有空巴空巴是一定会有的嘛，对不对？还有苏伊士集团，还有达能这些旅游奢侈品集团，就像刚刚金哥所说的，毕竟还是得考虑到中国大陆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市场你在这个地方，你总得有一些商务的一些合作，跟希望能够销售。那但是呢，大家也看到，在经济合作部分，黄老师觉得特别在科技的部分有没有什么合作的亮点或重点？中方跟法方这边的科技供应链又有哪些是我们平常不太知道的地方？这个说到不为人知，恐怕我也不是太清楚。但简单来说，这个
如果说中法的合作上面，其实法国有一些地方确实是大家常在忽略，大家觉得法国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国家，但法国在基础科研上，他们也是非常的扎实。他们包含 CNRS， 就是他们的一个研究中心里面，他们每年投入的经费是非常非常多的，是，然后也在非常地方设立了一些小型研究所，然后跟当地的大学合作。那我自己在看法国，除了这些奢侈品、葡萄酒、空中巴士等等之外，他们在所谓的高纯度气体的电子用气体，然后检测技术，还有核能这几个方面都是非常值得去重点关注的几个部分哦。为什么呢？它跟中法之间的合作，中国可以提供它很多落地的场域、场景以及机会。那法国提供了什么？它未必提供最先进的技术，但它可以提供中国很多的可靠度。今天它能够做到这么高的高纯度的电子气体，那它在检测技术上绝对是非常没有问题的。那在核能的泄漏、检测、安全、安规，他们都有一套自己制定的标准。这个其实才是中法在经济合作、科技合作里面应该准确的去瞄定的一些点。就是像刚刚张老师说的嘛，就是看格局大，格局还能更大。对。这个才是基础建设的部分。而且针对3位刚刚所提到说，国际外交之间真的就是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你有些时候其实像你看，像法国就是马克宏跑第一步，然后接下来呢，其实包括像德国目前也是预计他的总理在2026年年初可能会去，然后呢，英国呢目前是安排在1月现在欧洲当然这3个国家主要的国家都各自有盘算。等一下回来我们要看美国好事多说要告川普政府，怎么回事？马上回来。